大家听说了吗？新加坡8名学生在2026年国际科学与工程博览会上拿下7项大奖，其中刘子睿的3D 跨模态药物预测拿下计算生物学2等奖，葛静怡的细菌外膜囊泡基因疗法拿下材料科学2等奖。但这件事从来不是几个学霸的突然爆发，而是一整套国家级筛选、训练、稳定产出的结果。新加坡年轻一代的科研训练不只是刷题，而是真正在做有应用价值的原创研究，从癌症疗法到基因测序，再到 AI 安全，全部切在当下最前沿的科技议题上。今天这篇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获奖项目到底做了什么，以及新加坡是怎么在中学阶段就培养出这种研究能力的。我们先说清楚 ICEF 到底是什么。它的全称是 Regenero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是全球最有分量的中学生科研赛事之一。参赛项目通常不是课堂实验，而是真正有研究设计、有数据分析、有创新点的课题。很多项目已经接近大学本科高年级，甚至研究生早期训练的水准。新加坡并不是临时挑几名学生去试试运气，它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本地晋级路径，核心入口就是 CEF。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全国科研精英的总筛选池。学生先在学校、校内科研计划、导师体系里打磨项目，再进入更高一级评审，最后才有机会冲到国际赛场。真正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国际舞台看上去光鲜，但决定命运的往往是前面那几轮看不见的淘汰。评审看的不只是你聪不聪明，还看你的研究问题是否成立，方法是否严谨，数据是否可信，答辩时你是不是真的理解自己做的东西。再往深一层，家长也该明白，这里面还隐含着另一层竞争。谁更早接触科研，谁能拿到更强的导师，谁所在学校有更成熟的项目孵化机制，谁就更容易进入下一轮。所以最后站到 ICEF 现场的那几位学生当然非常优秀，但他们不是从真空里长出来的，他们是从一个高压、高筛选率、长期投入的漏斗里被一层层提纯出来的。也正因为这样，7项大奖看起来像结果，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筛选系统的稳定输出。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这个系统最关键的一块底盘。这套底盘核心就在资源配置。很多家长会以为中学生做科研主要靠学校老师带一带，或者参加几个比赛训练营。现实远比这更硬核。新加坡最顶尖的一批学生能接触到的是国家科研体系本身。A 乘 STAR， 也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长期承担国家科研与产业转化的重要角色。对顶尖学生来说，它不是一个遥远的政府机构，而是可能真实接触到的训练场。新加坡有一类非常关键的机制，就是把有潜力的青少年尽早暴露在真实科研环境里，不是做演示，不是做兴趣班，而是进入实验室文化，接触研究方法、数据处理、课题定义和学术表达。你会发现，这一步一旦发生，孩子和同龄人的差距就不是1-2门成绩的差距了，而是认知结构的差距。更关键的是，能够稳定承接这些机会的，往往是那几所资源最强的学校，像来福士书院、华侨中学、南洋女中这类顶尖学府，本身就有更成熟的科研项目组织能力和更熟悉比赛路径的老师和导师。学生在这些环境里，不仅更容易拿到信息，还可以更容易被看见、被推荐、被持续投入资源。这里还有一个很多普通家庭容易忽略的事实，教育部面向全国推的 ALP 应用学习计划当然有价值，它能让更多孩子接触真实问题，提升动手能力，但 ALP 的目标是普及，顶尖科研培养的目标是选拔和加速，这两者不是一个层级。一个是在帮助大多数学生建立基本能力，另一个是在为极少数高潜力学生提前铺设科研跑道。所以为什么普通邻里中学的家长会有一种无力感，是因为你看到的是同样叫科学教育，实际拿到的资源密度、导师层级、研究环境和出口机会完全不同。说的直接一点，新加坡在科研人才培养上从来就不是平均发力，它是把最稀缺、最昂贵的资源优先投给最可能产出结果的那一批学生。这听上去不温柔，但它非常有效，因为这背后其实不是学校自己在卷，
而是国家在做一件更大的事。对新加坡来说，这本质上是国家生存策略。这个国家没有天然资源，市场也不大，真正能持续输出竞争力的只有高质量人才，所以他必须把人才培养做得比别人更早、更准、更系统。新加坡长期推动科研、创新和产业协同 RIE 这类国家级规划，本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问题：未来10年、20年，国家靠什么继续保持价值？答案很明确，靠生物医药，靠先进制造，靠数字技术，靠人工智能，靠高附加值研发。那问题又来了，这些产业靠谁来撑？只靠海外人才，风险太高，也不稳定。所以新加坡一定要有自己的本土人才梯队，而且要从很早就开始建。你再回头看那些 ISEF 获奖课题，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随意分布的。计算、生物、材料、AI 这些方向和国家重点投入的领域高度重合，这不是巧合，而是教育、科研、产业在同一张蓝图里协同运作的结果。也就是说，今天在科学赛场上冒出来的优秀学生，明天很可能就是奖学金得主、顶尖大学研究者、国家实验室骨干，或者核心科技企业的人才储备。很多家长会纠结，这样会不会太功利？可从国家视角看，它必须功利，因为它没有犯错成本。小国要在全球竞争里站稳，就不能等人才慢慢自然长成，它只能主动识别、提前培养、精准投放。所以这7项大奖真正震撼人的地方，不只是奖牌本身，而是它说明了一件事：新加坡已经把教育筛选、科研训练和国家产业需求接成了一条几乎无缝的链路。普通家庭看到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这条链这么强，我们该怎么给自己的孩子做判断？这里有2个极端的陷阱，一个是彻底焦虑，觉得自己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另一个是盲目跟风，拼命把孩子往科研赛道上推。其实这2个方向都不对。你先要承认，新加坡确实存在非常强的顶尖人才通道，而且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进去。如果孩子没有稳定的兴趣、足够强的数理能力，也不享受长期研究的过程，硬推只会把亲子关系和孩子自信一起消耗掉。更现实的做法是换一个目标，不是人人都要冲国际大奖，但每个孩子都需要建立未来社会真正值钱的能力，比如提出问题的能力、读懂信息的能力、跨学科连接的能力、清楚表达和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才决定孩子以后能不能在变化很快的社会里站稳。如果你愿意，我下一期可以继续讲普通家庭在新加坡教育体系里怎样避开无效内卷，怎样为孩子做更聪明的路径规划。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现在最焦虑的是 PSLE、DSA 还是中学选校？我会挑最典型的问题继续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见。